大城市有很多地方离婚率已经在50%了。50%什么概念？就是你这样丢一个铜板上去，啪掉下来。你去想啊，如果有人跟你说要买一个股票，有50%的机会会涨，50%的机会会跌，你都不敢买。那这个结婚也是这样一个情形，你结婚都敢去结，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？所以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，你一定要先搞清楚你干什么要结婚。通常结婚是我们内心通常是2个原因了。讲到最深刻的原因，其实是跟荷尔蒙有关系，就是我们人类的设计到了某一个年纪，你就需要另外一个伴侣跟你在一起，要不然你心里就觉得哪里不对。然后我们会用各式各样的原因，我们的脑袋会来说服自己啊，其实是我要一个爱情情感的伴侣，我是希望能够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，我要传宗接代，我要这个那个的，其实就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我们的细胞 DNA 在控制，你就需要一个伴侣，这是原因1。原因2，当然也就是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学习，觉得我要有一个家庭，有一种安全性。再来，也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需要一种。你觉得一个人大了，到最后剩一个人，内心的一种自己一个人的不圆满，一种需求，你希望透过有一个对方，他能够让你得到某一种的安全感，不管是钱财的安全感、伴侣的安全感、爱情的安全感、温暖的安全感。有的人在找一个爸爸，有的人永远在找个妈妈。每一个人想找的不一样，但是通常我们都想找一个另一半来弥补我们的某一个不足。那问题在哪儿呢？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活着想为了去弥补别人的不足，对不对？所以2个人都希望对方会弥补自己的不足，而没有一个人想到我是要去弥补别人的不足。所以结婚在一起久了，就一大堆的问题出来。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先清理自己。当你发现你的快乐并不需要建筑在别人怎么样对你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心智比较成熟稳健，你在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，你们2个人都是这个样子，比较对自己内心比较稳的人，你们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的婚姻就会比较幸福，在一起就会有更多的快乐。然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在想到要孩子的时候，你们也能够带来更好的孩子。有了孩子，你也更知道怎么去抚养他，因为你们2个人是比较稳定的人，你们并不需要孩子来带给你们快乐，你本来就很快乐，你也并不需要每天对方给你快乐，你自己本身就有一定的程度的快乐。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到很完美的修行人，然后你才开始结婚生子，而是你已经结婚了，已经有孩子，你可以自己慢慢开始朝这个方向去做，让你自己的快乐不要建筑在另一半、建筑在孩子的身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婚姻，是不是要生孩子，重点还是在你自己。你自己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心调整得非常好，你很清楚你有孩子，你怎么教育他，怎么带他，然后带他的过程中你也很欢喜，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可以单身带孩子，单亲带孩子，你也可以跟你的丈夫先生一起带孩子，或者跟你的伙伴一起带孩子，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所以重点还是你自己的心的一种稳定的程度，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。这个问题是你要对自己的还是要觉醒以后，你才知道你要不要结婚，要不要有小孩。一个女性的苦乐不要建立在别人的身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自己做主，自己做主什么做主，并不是说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就能做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自己开始学习，了解自己的情绪，了解自己的苦乐，慢慢能够不要比自己的苦乐而驾驭，心开始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不要结婚，要不要有小孩都不是重点的。